线材选用8股的手编粗毛线，以及4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第一步钩织包底的部分。起针完成后，编织29个辫子针。锁链完成后，我们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上挑外侧的一根线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针同样挑外侧的一根线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锁针，一共钩织28个引拔针。第1排结束，第2排锁1针翻转织物，在引拔针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中长针。第2针同样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中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28个中长针。第2排结束，第3排锁1针翻转织物。首先在中长针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在第1排剩余的前半针上再挑一根线，在织物的同一侧挑平行的2根线，钩织一个中长针。第2针同样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在第1排剩余的前半针上再挑一根线，钩织一个中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28个中长针。第3排结束，第4排继续锁1针翻转织物，与第3排的钩法相同，在中长针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在第2排剩余的前半针上挑一根线，钩织一个中长针。第4排到第13排针数不变，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28个中长针。第13排结束，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钩织包身的部分。首先在织片的边缘钩织1圈引拔针，第1圈锁1针翻转织物，在织物的同一侧挑平行的2根线，按顺序钩织28个引拔针。第28针结束，在织物的侧面再钩织12个引拔针。前半部分完成之后，后面重复针数，再钩织40个引拔针。第1圈结束，最后在第1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包身的部分，利用往返圈钩的方式，第2圈首先锁1针翻转织物，用来连接的引拔针不算针数，在下一针上开始编织。我们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80个中长针。第2圈结束，最后在第1个中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继续锁1针翻转织物，与包底的钩法相同，在中长针上挑后半针的一根线，在第1圈剩余的前半针上挑一根线，钩织一个中长针。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利用往返圈钩的方式，各编织80个中长针，钩到第31圈即可。第31圈结束，第32圈锁1针翻转织物，在同一侧挑平行的2根线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
一共钩织80个引拔针。第32圈结束。第33圈锁一针翻转织物，在引拔针上挑前半针的一根线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80个短针。第33圈结束。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后面的部分不再往返编织，正常圈钩短针，针数不变，钩到第41圈即可。第41圈结束。第42圈首先锁一针，在最后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逆短针，将钩针穿过针目，将线带出，钩针绕线，一次性引拔钩出，完成一个逆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钩织81个逆短针，注意最后增加的一针钩在第一针的位置。包身的主体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包带的部分。首先编织8个辫子针，然后返回第一个锁针，挑外侧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短针，对应每一个锁针，一共钩织8个短针。第一圈结束，在第一个短针上挑整个针目，继续钩织短针。我们利用螺旋圈钩的方式，将织物钩到需要的长度，钩织过程中在织物内加入填充棉。包带的部分完成之后，将它固定到主体上。接下来我们钩织蝴蝶结的部分。首先编织51个辫子针，然后返回倒数第二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山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锁针，一共钩织50个引拔针。第一排结束。第二排首先锁一针翻转织物，我们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按顺序钩织50个引拔针。第二排到第16排针数不变，挑后半针各编织50个引拔针。第16排结束，将线剪断，留出线段作为缝合用。接下来我们将织物的2个侧边缝合固定。织带的部分缝合完毕，我们将中间折叠，并用多余的线段缠绕固定。蝴蝶结的上半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后半部分。与上半部分的钩法相同，首先编织33个锁针，第一排到第10排各编织32个引拔针。织带完成之后，将中间对折，并与上半部分结合固定。蝴蝶结以及包带固定好之后，在包身内侧再安装一颗磁力扣，这款简约的手提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